上周9月16号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上诉法庭TikTok 诉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案正式开庭。应该说这个案子将会决定着 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对于 TikTok 来讲呢，这也是他们在美国甚至包括在全世界市场上的法庭上的背水一战。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TikTok 跟美国司法部在这个法庭上的针锋相对的故事Breaking news, Capitol Hill, where the House just passed a bill that could ban TikTok.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passed a bill that would ban the Chinese-owned app here in the U.S. unless TikTok is sold to an American company within 6 months. Our intention is for TikTok to continue to operate, but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下前情回顾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 TikTok 的节目当时只讲到了今年3月份发生的事情。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众议院有一个能源委员会突然以50:0的比例通过了一个法律提案。这个法律提案呢，就是要求在270天之内 ，TikTok 必须把自己的所有权完全卖给一个跟中国不相关的第三方。如果你要没完成这种所有权剥离的话，那么将来美国境内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将要下架 TikTok 的这个应用程序。那当时 TikTok 一看紧张坏了，还没反应过来之后呢，那美国众议院就以356票比65票的比例通过了这项法案。那当时 TikTok 吓坏了就连忙就给自己的所有用户发弹窗说大家看到了吗？美国政府现在要干涉你们的言论自由，赶紧拿起电话给美国的这些参议员、你们辖区的众议员打电话。We believe we can overcome this together. I encourage you to keep sharing your stories. Share them with your friends. Share them with your family. Share them with your senators. Protect y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Make your voices heard. 一时间那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因为很多美国人也都喜欢玩 TikTok 一听说这 TikTok 要玩不了了，那还得了是吧？于是乎这个举动把美国的这些参众两院的议员也给吓坏了。你想想，这 TikTok 发了一个弹窗，是吧？一夜之间就号召美国民众起来给我们打电话，这操纵能力，这宣传能力，如果不控制还得了？于是乎，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提案委员会又把这个此前通过的这个法案重新精心修饰了一番。怎么修饰的呢？他把另外2个法案绑在了一起。哪2个法案呢？一个是美国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军事援助以色列的法案。然后呢，第3个呢就是这个 TikTok 的法案。他为什么要把那2个法案绑在一起呢？这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对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不太感兴趣，而美国的共和党呢，长期以来对美国政府支持乌克兰也不太感兴趣。所以这个法案的提名人呢很聪明，他就给民主党一个大礼包，给共和党一块牛肉。那意思就是说，哎呀，共和党的兄弟们，民主党的兄弟们，你看，我都满足你们的各自的一个要求了，咱们同仇敌忾，就是把 TikTok 给它禁了。因为 TikTok 现在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必须把它干掉。然后你们各自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想，这个捆绑法案这方式很聪明那这种捆绑法案也大大提高了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于是乎，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这个捆绑法案在众议院以360票比58票的比例高票通过，比第一次投票的时候还要高了一些，就是那个赞成票因为第一次是356票赞成嘛，现在变成了360票。那么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呢，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就要把这个法案送到参议院去表决。4月23号，这项法律送到了参议院，参议院没耽误，以79票比18票的比例高票通过。于是乎，这个法律呢又送到了美国总统的案前。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总统1000字，这个法律就生效了。4月24号，一天都没耽误，拜登总统就签字同意了，禁了，把 TikTok。于是乎，这项禁止 TikTok 的法律就算在美国通过了。那这对 TikTok 来说，差不多是灭顶之灾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TikTok 在全球一共有10亿用户，但是在美国呢有1.7亿。那1.7亿，你看的比例只占17%但这17%的含金量可不一样。因为 TikTok 的你盈利模式，你要靠广告来给你来创造营收嘛。
那在广告的营收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做 YouTube 都知道，比如印度那边的观众他就不值钱，因为投广告呢，它价格很低。但是美国呢就非常贵，所以你美国的用户多，广告收入就多。对于 TikTok 来说，美国用户虽然只有17%，但美国带来的营收的比例远远高于17%，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现在是西方社会的老大呀。此前呢 ，TikTok 也有一些国家禁止，比如说印度跟中国搞，所以禁止了 TikTok。阿富汗还有朝鲜都禁止使用 TikTok 啊。但这几个国家无足轻重啊。那美国一旦要是禁止 TikTok 的，那西方这很多国家，比如说英国啊、法国啊、澳大利亚，有可能跟风啊。此前呢，不少国家对 TikTok 都有一些限制性条款，比如说英国也有，美国也有，禁止你的联邦雇员在电脑上使用，也禁止在工作电脑上装载这个 TikTok 的软件。但是呢，它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那么一旦要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的话，极有可能形成效反效应。大家都知道，那华为过去的5G 技术那很先进呐，比美国的都先进呐。但是后来美国不就出台了法律吗？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能用华为的。于是呢，不仅仅美国禁了，那其他好多国家，欧洲国家都跟着禁呢。那你华为你的技术再先进，那也没用了。所以对于 TikTok 来说，这项法案应该说是它的命门，应该说是拿住了它的这样的软肋，所以它必须要反抗。这里我还得多说几句啊。TikTok 跟美国政府的博弈啊，其实啊已经持续了4、5年。更早一点，川普在任上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行政裁决令，说要禁止 TikTok。TikTok 当时就不干了，但是因为那是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所以他就打了一场宪法诉讼，说你这川普这本身呢是违宪。那于是那个官司打来打去，川普那边美国政府还输了，所以拜登上台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法案给废掉了。这之后呢 ，TikTok 跟美国政府之间呢，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谈判。首先呢 ，TikTok 说，美国政府你不是担心你的数据安全吗？我们在美国建一个云上德克萨斯，就把 TikTok 所有的这个数据啊，全都放到美国，不放到中国，这可以吧？这是第一点啊。其次呢，你这个还不放心，我还可以做这些让步，比如说，美国政府有权检查 TikTok 在美国的设施、记录、设备和服务器。无需事先通知，就是你不需要通知我，你就可以检查。有权阻止对 TikTok 美国服务条款、内容审核政策和隐私政策的更改。有权否决任何负责领导 TikTok 美国数据安全部门的高管的任命，就是说你要任命一个高管，这个高管是负责美国安全数据的，那美国政府有权无条件的否决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不放心，不像是对美国安全负责的。他可以否决，你 TikTok 没有权利反对。有权要求 TikTok 和字节跳动接受各种审计、评估，并且费用全部由 TikTok 承担。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字节跳动暂时停止在美国的运营。应该说啊，就这些条款呢，对于 TikTok 来说也算是重大让步啊。但是双方的谈判谈着谈着，后来就没消息了。就 TikTok 来讲呢，说跟美国政府打电话，他们都不接了。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在美国国会搞了一个听证会，这 TikTok 的总裁周受资当时不是就去参加了吗？这场听证会，那火药味十足啊。It's the only way to get your attention is talk about the money you're making, and maybe that'll get you all to do what you're supposed to do. Yes or no? Congressman, our platform is Yes a place or for no? freedom of Yes or expression, no? and users I know come here you and talk about that, but yes or no, do you screen against content from nations that commi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ngressman, our users come and Yes or no? Our Yes or users no? come and present No, you- any points of views you that don't. they want. A few minutes ago exposed that TikTok and ByteDance share legal teams. You confirmed this, correct? Our general counsel is Yes. an Yes or American lawyer, Yes. veteran of Microsoft. You've actually done something that in the last 3 to 4 years has not happened, except for the exception of maybe Vladimir Putin. You have unified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就你可以看到，就美国的这个议员呢，对 TikTok 也包括对中国政府了，应该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信任。那现场就问那个周受资，你是中国人吗？ Of what nation are you a citizen? Singapore. Are you a citizen of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Chinese citizenship? Senator, I served my nation I'm in asking- Singapore. No, I did not. Do you have a Singaporean passport?
Yes, and I served my military for two and a half Do years in Do you Singapore. have any other passports from any other nations? No, Senator. Your wif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Your children are American citizens. That's correct.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 not yet.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Okay. Singaporean. Let me ask you some hopefully simple questions. You said earlier,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that what happened at Tiananmen Square in June of 1989 was a massive protest. Did anything else happen in Tiananmen Square? Yes, I think it's well documented. There was a massacre. 所以那个听证会还是蛮搞笑的。但不管怎么说，当时 TikTok 以为没什么事儿了，但没想到转过头来到今年3月份，突然这个法案就进入到了一个审理程序。应该说 TikTok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轻敌了。但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项法案通过 ，TikTok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必须在美国打宪法官司，必须要通过宪法诉讼来挽救自己的命运，来宣布这个针对 TikTok 的法案违宪。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美国宪法里头啊有一个权利法案，这权利法案的第1条，开宗明义就有一个规则，就是国会不得通过以下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个在美国人看来，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因为美国非常警惕啊，美国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当这个权利法案制定完了之后，在过去的美国历史上，有无数围绕着第1修正案的各种各样的诉讼。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你有义务，你证明自己通过一项法律影响公民言论自由的时候，你这项法律的合宪性。那 TikTok 呢，于是在今年5月份就带着8名的这个 TikTok 上的用户啊，也就是网红啊，一起把美国司法部给起诉了。这就是这个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啊。那应该说啊 ，TikTok 的这个理由主要是什么呢？理由主要就是说，你美国政府啊，你这个就是在限制1.7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因为这1.7亿，它不是我在说，是美国人在这个 TikTok 上在发表言论，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美国政府啊，你现在搞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威胁啊，你其实都没有实质证据，你都是用了一种可能性来分析的。你说那有可能给造成这样的一个威胁，但这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用可能性的威胁，这种合宪性的理由不足。其次，如果你美国政府要用这个标准的话，你得适用一个非常高的严格审核标准，你得证明这个东西有重大的、现实的、紧迫的威胁，你这样的一个诉讼、这样的一个裁决或者这样的一个法律才有道理。紧接着他说，你其实还有一些可替代条款，就比如说我们双方原先谈判的内容，你通过那些内容，你也可以替代吗？防止你这个目的嘛，你没有必要通过一个法案就要求我把它剥离掉，或者说你就把我这禁止了嘛。所以 TikTok 的所有的法律依据在于此啊。应该说啊，这个案子啊，在美国打的过程中确实很令人瞩目。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啊斗法的过程中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它是一个巡回上诉法庭。这个巡回上诉法庭啊，跟一般的基层法院可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巡回上诉法庭啊打的官司，一般来说都是跟美国的宪法这个条款有关。因为他在上诉的话，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了。这个案子啊，一共有3名法官。这第1名法官名字叫做斯里尼瓦桑。这个斯里尼瓦桑啊很有来头啊，因为他就极有可能被美国提名为大法官。因为联邦的巡回上诉法庭的这个法官呢都不简单。这个斯里尼瓦桑啊，在2016年的时候，奥巴马就差一点把他提名为这个最高大法官。而且啊，就这个斯里尼瓦桑啊，过去曾经当过美国的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而且呢，他当律师的时候啊，还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代理过25起案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就是关于美国宪法的合宪性的案子。那一个律师，如果你能够在联邦最高法院里头代理案子，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如果你要是能代理1、2起就不得了了。这个法官代理了25起，应该说他对宪法层面的那个理解是非常透彻的。另外2个法官呢，金斯伯格。还有一个叫拉奥，这2个人呢也都是曾经的法学院的教授，应该说这个是阵容非常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相对来说都比较偏重于保守派。
这个呢，可能啊对 TikTok 啊不是特别有利，因为美国保守派的法官一般来说强调啊安全性，强调国家利益安全性，对那个自由呢相对来说呢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 TikTok 这边的阵容啊 ，TikTok 这边呢有2个律师，一个呢叫安鲁森，这安鲁森呢也有来头啊，他是 TikTok 的律师啊，他呢在整个的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一共代理过30起案子，联邦最高法院比那个首席法官还要多啊，那也是对美国的这个宪法官司非常熟悉啊。那么紧接着呢还有费舍尔，这费舍尔啊就更邪乎了啊，他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代理过40起案子，那应该说是非常资深的专门打联邦最高法院的律师了，而且他在过去啊有过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同性恋啊，这个最终在联邦层面的这个合宪性的官司啊，就是这个费舍尔代理的。他打完那个官司之后，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同性恋的婚姻在美国全部的联邦里面呢，它都是合法的。你哪个州如果自己立法说同性恋的这个婚姻不合法，那就失效了。所以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大家可以看到 TikTok 也是下了血本啊，就请了这2个金牌律师。这个费舍尔呢，他代理的不是 TikTok， 是那8名 TikTok 请来的网红。这几个网红也挺有意思啊。TikTok 这个诉讼策略不仅仅是他诉美国司法部，他还带领了8名 TikTok 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红来诉。这8名网红啊也有讲究啊。你比如说这里头啊有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有那农场主的，还有那嘻哈歌手，还有专门宣传这个性少数群体的那些知识的等等，代表性还挺广泛的，一看就是经过精心挑选。这里头有一个人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嘻哈歌手。这嘻哈歌手呢好像叫托芬，这托芬呢有点意思啊，他呢平时他一般创作一些嘻哈的歌曲啊，在他自己的网上做，他在 TikTok 上有250万粉丝，但是在 YouTube 上呢那只有10几万粉丝，完全不匹配啊。在 Facebook 上有200万啊，这个也是精心挑选的，他将来辩论的时候要用到啊。他在网上除了搞那些歌曲以外，还搞什么呢？我就说这个人有点像美国版的护城风，他呢就到美国大街上就问那些普通的美国民众，问你3个关于圣经的问题。 Excuse me, how y'all doing? Good. I got a question for y'all. My name's Topher. Hey, Topher, I've seen you. You seen me? On Facebook. Oh yeah. Well, listen, I'm going around quizzing people about the Bible today. I ask you 3 questions. You answer all 3, I'll pay for all your groceries. And this is on God, not on me. I know that. Who was the first man God created? What'd you say? Adam. Adam. There y'all go. Okay, see, we pulling a little bit more out. Now, what's the name of the creature that helped, or at least tricked Adam and Eve into eating from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t was a snake. What did Jesus ended up being crucified on when he died? A wooden cross. See, look, you did good. You gonna cry? Listen, they're happy tears, right? That's exactly right. I love happy tears. And I love doing this. Thank y'all so much. Thank you, Topher. God bless y'all. Yes, ma'am. God bless you. 你回答对了，他就陪你去买东西。你今天这一天买的所有的东西，他给你出钱。一般来说也不太多啊，就100-200块美金。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他问的都是一些低收入者嘛，这低收入者买东西的过程中，他呢给出钱，最后双方来了一个拥抱，看得还挺温情的啊。他为什么要选这8个人跟 TikTok 一起诉讼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他要拉住美国的这个 TikTok 的用户，说你美国政府出台这个法律啊，你不是限制了我 TikTok， 你是限制了美国这么多用户啊。所以这费舍尔代理的就是这个以8个为代表的1.7亿美国的用户来起诉美国的司法部。那么美国司法部请的2个律师呢，就相对来说不太有名气了。但你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个案件的诉讼双方的律师确实还是比较豪华的。这里我还要讲一下，为什么双方请这样的律师，说明这个案子双方最终一定要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就是你这个上诉巡回法庭，不管你的裁决对 TikTok 有利，或者说你对 TikTok 不利，最终这个案子一定不会止于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一定会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所以这个案子现在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个诉讼过程中，其实就是为了将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诉讼啊做一个预演。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整个2个小时的双方这样一个庭审过程中间的一个针锋相对的故事吧。And TikTok is suing the U.S. government over a new law that could ban the app nationwide. The social media company claims the law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violates Americans' rights to free speech. Americans need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ant to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ccess to their data. We tell our adversaries, don't mess with us. We tell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o everything to safeguard democracy and our way of life. Why the hysteria and the panic and the targeting of TikTok? As we know, Republican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sounding the alarm, creating a red scare around China. I've heard a lot of stuff about how they're just going to ban it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ecause they're wary about, security issues, and that makes sense. But I'm not sure what it would mean for people like us, just general people. I mean, I don't have very much impressive stuff on my phone or whatnot. I actually enjoy TikTok quite a bit. I use it more as a search engine than anything els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a real shame if it was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ikTok as a platform for that is exceptionally useful. It is the #1 downloaded app,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 may have Chinese origins, but this is American people, American employe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lives.